这是火箭乱局狂人经典中的经典，上手只有这颗超大角度中弹，况且彩球也只能用篮球过渡，红球一团乱麻，粉黑彻底被锁死，低分彩球也全部不在点位。这个球型不要说清台，能够一杆超分就已经够吹一辈子了。奥沙利文也被难得直戳牙花，但仅仅只是2秒的时间，火箭那坚毅凶狠的眼神就再次回归。来欣赏一下乱局狂人带来的饕餮盛宴。这是2021年世锦赛，46岁的火箭早已看透名利的浮华，挣钱和乱局处理恐怕是唯二能让他认真的原因。局面越乱，越能激发火箭内心的征服欲，火箭越嗨，打出来的球就越是天马行空，纵享丝滑。标准的鸡公头，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外表下，手上的针线活却比头发丝更加细腻。果然，天才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体。好球！这颗红球高杆一库就可以来叫黑球同带，同时黑球左侧的2颗红球也就自然盘活。不断的去走篮球过渡，很容易出现失误的。哇，这漂亮！啊，这种质量可以为他减少很多麻烦啊。20. 21. 太细腻了，这几杆对母球的控制都是毫米级别，但是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困难。这就是看火箭打球，总觉得特别简单的原因。太搞附近的那种。随心所欲，这个上另外的2个自然的上。又是一个漂亮的针线活，利用红球界停的同时，挤出了另一颗红球中带的线路。是不是想象了？哎呀，这谁说他是中球？太丝滑了，奥沙利文的中带就是让人无比舒服，不是那种很常规的。放开！哇的天！神来之笔，火箭的配球永远让人惊叹，只 K 1颗红球，却能同时盘活2颗，不用通过华丽的炫技来取悦观众，但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人心。更恐怖的是，后面还有更加惊艳的表现。好，这个底杆要往总球这个方向来发力了，漂亮！行家一出手就知有命，母球在绿色台泥画出一条完美的弧线，带口红球的难题就被轻松化解。这一杆30年的功力，谁能挡得住？打进超分红球，顺势再 K 出了旁边的红球，这样连续高质量的 K 球表演，真是让人如饮美酒。包括休息区的乔伊斯，能输给如此发挥的奥沙利文，也是人生一大幸事。黑球的角度正好可以处理库边的红球，看看效果如何。母球走少了一点，不过也正好欣赏一下火箭的架杆功夫。架杆是不是还是稍微短了一点？好，还是进。
破百就要来了。几分钟前还让人头皮发麻的乱局，现在已经清爽无比。更让人佩服的是，从上手到清台，火箭只用了7分多钟，相比赛大师一杆长跑6分13秒，同样都是斯诺克，只能说他们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两位。现年48岁的奥沙利文依然站在斯诺克的最顶端，但是时间这把无情之刃，从来也没有谁能逃得过。如果有一天火箭不可避免的状态下滑，他不是输给了任何人，因为能战胜他的只有时间而已。青台的最后一个难点，这颗黑教皇只有右上顶带可以进攻，这也是火箭在他的教学里说过的，他最喜欢的教位，没有之一。真的太绝了！母球3库绕台，犹如自带定位，这一局的神仙球真是数不胜数。进台137。150. 休息区的乔伊斯已经看入迷了，能近距离欣赏如此高质量的表演，只要心态不被打垮，学到一点精髓也能受用一生。124. 130. 奥斯卡绝对欠火箭一个最佳男主角，模仿塞尔比的魔球3部曲，学得惟妙惟肖。绕台时要表现出非常纠结，对空比划当然要认真无比。擦桥粉十足打一个自然特写，然后还要自创一个捏嘴长跑。眼累了回去喝口水也非常合理吧？赛大师气得直翻白眼，你小子模仿就够够的，谁批准你玩超越了？这堪比好莱坞大片的一幕，就发生在2009年大师赛决赛。赛大师这杆斯诺克做的相当到位，但是让他尴尬的是，火箭几乎没有考虑就轻松化解。现在的球型其实只有推顶库防守最为稳妥，既然好好做球难不到火箭，而比兄只能施展魔功大法。我们来看看原版的3部曲流程，先是自然的擦着自己代言的桥粉，然后开始各种毫无意义的比划。左边1下，右边2下，一定要体现出认真的镜头。最后是绕台长考，主要是为了推翻之前的思路不对，造成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对的纠结。只要看到火箭不耐烦的表情，那就说明即将大功告成。一顿虚招之后，塞尔比还是选择了推顶库防守。而且效果非常一般，慢攻出细活放在塞尔比身上，完全货不对版。火箭有一条完美的打带防线路，但是这次玩心大起了他，开启了角色互换，先来一个擦桥粉尝尝鲜，再是经典的绕台长考。就当全世界都认为他要出杆的时候，他又站了起来。光是长考就花了将近2分钟，直到观众领略到他的意图，才开始了下一步对空比划的魔法。这颗不行，这颗也不行，直到这个捏嘴长考的出现，台下观众已经笑出声来。神奇的是，火箭本人居然没有笑场，还特别认真的让老杨把白球擦一擦。大家都别闲着，全场的开心又是建立在塞尔比的痛苦之上。赛大师也只能对着后槽牙使劲。火箭为了彻底让大家体会魔球的恶心，居然直接跑回座位喝水，这一招就真的是杀人诛心了。大家注意看台下的观众，笑得真叫一个开心。既然全世界都明白了火箭的用意，那将近4分钟的表演也该谢幕。这就稍微有点过分了吧？就连最后防守效果很一般也模仿。本就落后的火箭为了恶心赛大师，是真的不怕输球的。好准度，怒气值拉满的赛大师，此刻仿佛化身成了火箭。难道斯诺克大师赛要变成模仿秀大赛了吗？而比兄一鼓作气吃掉8颗红球，只要再打进1个红球，就能完成超分。火箭也在盘算着下一局的计划，却没想到剧情迎来了一次反转。不仅反角度底带没能打进，而且还停在袋口。现场观众兴奋地喊着罗尼。赛大师这一顿操作猛撸，看来又是为火箭做了嫁衣。闹剧过后总算是回到正轨，火箭需要一杆清台才能完成逆转。
好球，这杆加了很明显的反赛。来叫最左边的红球，看上去简简单单的一杆，针线活是真够细腻。剩下的最后一颗红球也不容易，因为黑球的阻挡，走位是需要相当精准。母球意外的 K 了一下黑球，真是太危险了，哪怕再有1毫米的误差，又要变成魔球大战了。一个高杆反赛强行叫位黄球，白球在火箭手里真叫一个听话，太漂亮了。接下来5星连珠算是最入门的基础训练，没有任何失误的可能。赛大师又是一顿白忙活，不仅输了球，还现场看了一波超越自己的模仿秀。Yeah, I always think in this play, even though the ball's on the spot, this is the key shot from brown to blue. If he gets perfect on the blue, he cannot help but clear up, but he's run too far. He's run too far, so the cue ball's going to have to travel before it comes to rest on the pink. It's enough in the middle. You may play this a fraction too hard. 最后的粉球还真的出现了意外，不过火箭这个准，一切都在射程范围之内。这一局比赛只能说剧本都不敢这么写，确实太精彩了。这绝对是火箭最想打147的一次。母球不仅要精准的避开黄球，还要借咖啡球才能下来叫飞。缺钱的火箭拼得太凶了。这是2015年世锦赛首轮，面对乱局，奥沙利文直接上头，第一局就想用147开张，漂亮，一杆标志性的长台上手，而且飞球同时到位。导播更是秒懂火箭心思。才刚刚打了一套红黑，147提示就已经刷了上来。现在红球虽然比较分散，但是全都相互牵制，一杆超分已经难度不小。想要强行冲击147，除了圈出来的2颗难度红球，还有贴库的咖啡球和粉球2个难点。奥沙利文就是局面越乱越兴奋。手架很不舒服，而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利用红球借停，又给自己增加了1颗难度球，而且后斯诺让手架更加难受。火箭也露出了标志性的便秘表情。太硬了，如此不舒服的情况，黑球也是稳稳入袋，但是难题还没有结束，需要一杆准度续命。火箭真的绝了，强拼准度的情况下，还要兼顾白球走位，这强大的纠错能力真是让人羡慕。当年147奖金25000英镑，加上1万英镑的单杆最高奖，与其说35000英镑让火箭如此卖力，我更觉得是这个乱局让奥沙利文异常兴奋。现场观众这票价绝对超值，可就是苦了对手斯泰德曼。什么深仇大怨，第一局就直接扛着大炮上来。低杆拉回来一库，继续叫红球，又是一个后斯诺，这一局还真是跟手架干上了。
马上简单的红球就要全部拿下。随着难度的加大，本局最精彩的部分也要来了。 Just let's get the referee. How much is the maximum? Oh. 81. It's unbelievable. Apparently it's £20,000 for a maximum break, Ronnie. Is that enough? 88. I see. Oh, you have a conversation. 黑球留出了 K 球的角度，火箭特意走过来确认位置。 如此小心谨慎，这个147看来是志在必得呀。这杆应该是失误了，感觉火箭是想要 K 下方那颗红球，现在就非常头疼了。打上方的红球，母球很难下来叫黑；打下方的红球，估计又是九死一生。火箭居然没有丝毫犹豫，趴下就打，真的太牛掰了！借咖啡球强行下来叫黑，敢这么走位的，除了火箭就只有奥沙利文了。克鲁斯堡彻底沸腾。 就连对手斯泰德曼也看入迷了，真是不服不行。精彩！第2次顺利把红球配出，但是情况仍然不乐观。打到现在几乎没有一杆是简单球，全程都在纠错调整。 17th century of the tournament. 太遗憾了，居然没有打进。这一局难度真的太大了，强如奥沙利文也翻车了。